以一敌众，总归是有些勉强，更何况周遭还有一两名接近天仙境的敌手。忽听那身着黑袍面戴半甲的女子再次发出尖锐笑声，一句句话语钻入有秦玄雅的耳中，似是在逼有秦玄雅道心失守。有秦玄雅，你可知今日是谁灭了你们有秦一族？是我啊，是我！你父皇被我控制的侍卫斩了头颅，城墙上的阵法就是被我撤掉的。今夜奇袭的计策也是我所献。你可知为什么？你可知我是谁？你可知这么多年我是何等的愤恨？有秦玄雅抿嘴不言，继续与周遭仙士搏杀，目中却带着满满的焦急。在那戴着面甲的女子脚下，重重黑影已经杀光了守在母亲和长嫂身周的护卫，10多名身着华袍的女子已经要直面那些黑影的屠刀了。剑！有秦玄雅口中轻喝，身形灵敏地躲过几道飞袭而来的流光。16把仙剑回归身后，其上冰蓝色火焰凝成冰晶，宛若一片被放大的雪花，在背后闪耀鲜光。闭目睁眼，背后16把仙剑同时震颤，分出道道剑影，于他身后宛若神鸟展翅，孔雀开屏。散！剑指前点，有秦玄雅的身周剑光爆映，一把把飞剑对着四面八方飞射，周遭围攻的身影竟然被他逼得齐齐后退。原本密不透风的防线出现了数个缝隙，以卵击石，卵碎而石无恙。做人与修行斗法一般，都需要有变通之意，斗法可不是单纯的比拼先例。风！有秦玄雅口中低喃，道心之中一点灵光闪烁，那纤柔高挑的身形竟御剑乘风而起，在身后留下道道淡青色的影迹，自身宛若融于风中。拦下他！有仙士怒吼，10数道流光飞射，立刻朝着有秦玄雅前冲的路途阻拦。但是有秦玄雅在空中突然转向，划出了一道圆弧轨迹，在2名仙士身侧划过，身旁悬浮的2把仙剑看似毫无着力，却轻松穿破这2名真仙的胸口，刮过其元神。背后有血光绽放，被微风直接吹散。有秦玄雅头都不回，眸目锁定在那名身着黑袍与半面甲的女子身上，乘风破浪。有秦玄雅长发不舞，宛若青红，背后那些追逐的身影却被远远地拉开。那女子嘴角不断抽搐，目中凶光大作，手中的长鞭对着有秦玄雅远远地扔来。这长鞭竟然化作了一头黑红细鳞的巨蟒，张嘴对着有秦玄雅咬去。自己来的路上感受到的那股微风，是这样啊。有秦玄雅眸中星光轻闪，左手轻柔抬起，剑指化作兰花指，16把仙剑随风而来，在他指前盘旋2周，前方竟然刮起了一道横向的龙卷。龙卷的尖细末端在他的指尖，另一端扩作了数10丈直径，将那条红黑巨蟒直接吞没。随之剑入风中，风中剑光搅动，那凶狠的巨蟒转眼被搅碎，这道龙卷也随之炸碎，化作阵阵狂风，朝着四面八方吹散。剑！戴着面甲的女子目中慌乱，有秦玄雅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冲到了100丈之外。有秦玄雅的身子前倾，右手并着剑指，目中只有坚决。剑指之前，一把把飞剑互相贴合，从松散到紧贴，化作一把被橙色火焰包裹的大剑。去！风起，火光暴涌。有秦玄雅那看似缓慢飘来的身形，随着大剑的凝成，速度再次暴增，前冲不过瞬间，已经化作了一道火焰流星，直接砸向这面甲女子单薄的身形。没有杀意，没有什么多余的恨意，
只有无法撼动的坚决，只有藏在深处的少许无奈。那戴着面甲的黑袍女子突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，面对着如此攻势，竟似是放弃了所有抵挡。她的手中多出了一把乌黑的梭子，随手对着下方投掷，砸向了正在下方被仙光护住的10多名妇人。有清玄雅面色一变，道心震动，已是从此前那般玄妙的感受中挣脱出来。大剑距离那面甲女子不过3丈时，有清玄雅却是没有任何犹豫，大剑脱手而出，身影朝着下方急追。那面甲女子全力朝着侧旁闪躲，却依然被大剑扫过肩头，身形被打得倒飞出去，半边的身子几乎都被大剑劈散。但是此人依然凭自己的算计躲开了致命一击。反观追向乌梭的有清玄雅，在即将砸到地面时，已经将那梭子握住。乌梭表面此刻已经是出现了交错的裂缝，但是这一次却并非炸出毒雾，而是喷出了道道漆黑的火舌。有清玄雅径直被黑火吞没，周围围攻那一道仙光屏障的众多黑影，此刻也在朝着外围急退。下方仙光中，那名头发花白的妇人仰头看着这一幕，眼中满是绝望，口中凄厉地喊着：“小雅！”质问着，呼喊着：“我儿何归？我儿何归呀！”地下，李长寿站在岩层中，抬头注视着这一幕，一时之间也在沉默不语。黑色火焰渐渐收敛，下方仙力结界轻轻一闪，已是难以支撑。火光中，有秦玄雅缓缓落下，她被一缕缕青色仙光包裹，冰蓝色的长裙满是烧焦的破洞，且她身周的仙光抽走了她所剩无几的仙力。有秦玄雅努力调整身形，让自己不至于倒下。本是想要站着落地，但是脚下不稳，直接跪坐在了那名老妇人面前。母亲。那老妇人左手握着年轻女子的手腕，右手颤抖着抬起，伸向有清玄雅那苍白且透着几分虚弱的侧脸。傻小雅，你回来作甚呢？有清玄雅嘴角泛红，抿嘴摇头。空中也有女子的嗓音在厉声呼喝，道道黑影自四面八方围攻而来。所幸那些原本阻击追击有清玄雅的仙士，此刻并未向前。有清玄雅吞下2颗丹药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右手张开，大剑复化作飞剑御敌。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，挡在自己母亲与长嫂身前，缓缓挺直腰身，仰头环视着四面八方。剑！嗓音因为自身虚弱而变得沙哑，但是飞剑依旧颤鸣，化作道道流光，将那些冲来的身影不断的逼退。那重伤的面甲黑袍女子再次飞了回来，她在怀中拿出一口木鼎，从其中倒出了一只只漆黑的毒虫。这些毒虫转眼化作了乌鸦大小，对有清玄雅袭杀而去。有清玄雅双手勉强掐了一个法诀，转身将自己的母亲和长嫂搂住。16把飞剑在身周3丈范围内迅速盘旋，将这10多名妇人直接围住。这些毒虫似有金刚锻造的虫身，被飞剑击飞，竟然丝毫不坏。飞剑极快穿梭，构筑出的防线一时之间挡下了这数百毒虫。但是御剑之法对于仙力损耗颇大，有清玄雅吞下的灵丹已经好过了普通恢复类的仙丹，可是此时散发出的药力依然堵不上仙力的消耗。没有犹豫，他燃起了元神之力，却只是多撑了片刻。小雅！那老妇人反手去推有秦玄雅，但只是吃了延年丹的凡人，如何能够推得动一名真仙呢？哪怕这个真仙此时仙力亏空，越发虚弱，哪怕这真仙因燃起元神之力，一路所受的伤势无法压制。有秦玄雅的意识渐渐模糊，已经刻入骨髓的御剑术威力在渐渐降低，心底浮现出一幅幅画面，这些画面不断的重合，
只剩下一个背影。他站在模糊的光影中，正温声对着自己说着：有师妹你这样的存在，才能随时提醒我，照料我。啊，师妹，你看这个天道誓言，为兄写的是否通顺？我素来怕麻烦，也不想被人太过关注，更不想惹什么风波上身。几年前突然就有了与女子碰触就浑身抽搐的病症。小琼峰，李长寿，化神9阶。师兄，保重。此前的山坡上，他本是想说这几个字，可当时终归心儿颤了，未能说出来。仙力被抽空，元神之力已近乎耗尽，飞剑上的仙光已经开始轻轻闪烁，虚弱感、疲倦感，面对死亡时无法避免的恐惧感，却都被他坚固的道心抵挡在外。有秦玄雅此时已是我无悔无怨，无憎恨，无遗憾。有秦玄雅缓缓闭上双眼，元神微微震颤，一缕火焰出现在元神中央，已是要燃尽自己的真灵，多护持此地片刻。他是渡仙门弟子首席，是师父引以为傲的弟子，哪怕是死在此地，也不愿魂魄落入旁人手中，以免仙门为此受辱。师父，对不起，徒儿辜负了您的期许。有秦玄雅不由得一愣，眼中的世界已经近乎苍白的他，低头看向了侧旁那名只见过一面的长嫂。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有秦玄雅右手凑过去，覆盖在了这位年轻女子微微隆起的小腹上。是心脉在跳动。有秦玄雅的手指颤抖着，眼圈突然变红，眼泪如同断弦的珍珠，沙哑着嗓音开口问着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反复问着。那原本一直紧绷着自己面容的年轻女子，此刻抬手捂住口鼻，失声痛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秦玄雅呼吸有些不畅，几乎就要失去力气扑倒在地上，一把把飞剑落在地上，已是黯然无光。道道黑影缓缓逼近，而那些毒虫却在半空汇聚，如同一块岩石悬在了有秦玄雅头顶。空中那面带黑甲的女子在猖狂地笑着，手指按压，那群毒虫狠狠砸落。有秦玄雅紧紧闭着眼，左手握住那只吊坠，唇齿颤抖间发出了那微弱的呼喊：帮我！一道金光突然冲天而起，以有秦玄雅为圆心，笼罩了直径10丈的范围。砸落的毒虫瞬间被这金光融化，而这金光穿透浓浓的烟雾，刺穿夜空。有秦玄雅紧闭着双眼，跪坐在那儿，双手握着那一只玉坠，将自己最后的一丝力气用在了呼喊：帮我救他，师兄！金光周遭似乎瞬间安静了下去，只剩下他的痛哭。一道还算挺拔的身影，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有秦玄雅身旁。这是一个青年道者，李长寿在山中世人的容貌，身着百凡殿可以领到的深蓝色道袍，长发简单竖起，低头注视着面前这位纤瘦且狼狈的身影。我在。有秦玄雅身子轻颤，有些错愕地扭头看去，却见一只大手盖了过来，将几颗丹药径直塞入他口中。李长寿仰头看着天空，目中扫过各处，金光中飞出了一道道符箓，这些符箓转眼已经是遮天蔽月，不知数千又或者是数万。李长寿的嗓音在城内城外响起：不想死的自封修为，原地打坐。
话语一顿，李长寿看向金光之外，那戴着面甲的女子嘴角轻轻抽搐了几下。你除外。与这一群真仙、几名天仙、一堆真仙之下的炼气士激战，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：我还没用力，你们就倒下了。待金光大阵收敛，李长寿静静站在有秦玄雅以及有秦玄雅的母亲、长嫂众多姨娘身前，心底盘算着接下来的步骤。以海神、水神、人教小法师各种形状路人的身份，在外面浪了这么久，终于自己本体马甲渡仙门小琼峰普通门人李长寿也有了登场的机会，正式在洪荒大舞台出道了。这看似是一招险棋，实际上已是李长寿顺势做出的最稳妥应对。两大部落入侵红林国之事，若是真有人暗中布局试探渡仙门，那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自己的跟脚已经接近暴露，对方在想方设法做最后的确认。此时只有兵行险招，试试能不能够把天庭水神从人教六仙宗背景中摘出去。若是能成，自然是好事一件，自己还可以继续在山门中自在修行。若是不成，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形更差，自己还能够确信跟脚已经暴露，及时从渡仙门飞去天庭躲着，故无所谓成功失败。当然了，能不动还是尽量不动，离这圣人老爷太近也未必就是好事。为了完成接下来这场戏，李长寿此时此地站在有秦玄雅面前的就是他刚刚遁法赶来的本体。顺带一提，他本体遁来的时候还半路超车了渡仙门一群高手，